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湘西的大山里面，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屋了。今天所到的这个地方啊，还挺偏僻的，距离县城将近有20公里，距离镇上啊，将近有7、8公里左右。这边的海拔也比较高啊，将近有800米左右。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啊，这里还是挺凉快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的这个寨子呢，是一处无人村，所有的老百姓呢都已经搬下山了。这个地方啊，以前的交通啊是极不便利的，大家呢都嫌弃住在山上，下山一趟太麻烦了。将近7、8年前到10年之前，很多人呢陆陆续续就搬下山了。现在整个寨子里面呢，还剩了好几栋无人居住的房子。那就在我的上方啊，是有一栋砖房的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这边的地势挺高的，所有的房子几乎是建在山顶之上。如今呢，寨子里面已经是通车了，可以看一下。大山里面下了一点雨，云雾缭绕的。我发现啊，这边的海拔太高了，所以在山顶之上好像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乔木，大部分啊都是这样的灌木丛，还有这样的杉木。这户人家的地啊很宽，前面这些呢都已经开荒出来了，现在种上了一些黄柏的小苗。这是一种药材，这2年啊价格还比较贵。刚刚我进入院子的时候啊，在这边啊发现了一只野鸡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得到，我们就慢慢的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他们家旁边这些地啊挺宽的，然后这栋房子啊以前是通了一条砂石路，已经搬了很多年，所以这条路呢再也没人修了。房子呢就在尽头的前方。这边啊是一处苗寨，以前呢都是说苗话的。其实这栋房子啊，从外面来看好像结构还不错，是一栋砖结构的房屋。但是我们远远看过去啊，这栋房子的屋顶啊是瓦片非常的破旧，好多地方应该是漏了雨了。像这样的房子呢，老百姓应该是不会再要了。门前呢都长满了杂草。刚刚这只野鸡呢就是从这里走上去的，现在好像看不到了。我发现啊，这边海拔高了之后，这些乔木啊好像都长不高啊。这户人家的房子呢，也是建在这个小山头之上，周边呢有些乔木这样子笼罩着。哇，这里的环境太好了，特别安静，看不到这只野鸡了。它一直都是没有飞的，都是走路的。门前啊，杂草丛生。从这边走入院子去看一下这栋房子。以前这边应该还有一些房屋的，但是陆陆续续都搬走了，所以呢，这边啊所剩不多了，只剩下了这样的一栋砖房。这边啊还打了围墙的，这边有道院门，院门上面的瓦片呢也都全部散落下来了。院子里面好深的杂草啊！哦呦，这个杂草比人都还高。整个院子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将近宽约100来平左右，相当于3合院的房子。那边呢有一座厢房，中间是大门，大门呢都已经拆了。屋顶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前部分呢就是屋檐的部分是打了一块线胶，
这边呢也是一个偏房，以前应该是厨房之类的。像这样的房子，看看还有修缮的价值吗？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利，大家都搬走了。现在交通好了之后，好像大家都不愿意再回来了。其实门前的视野只是这样的围墙挡住了，要不然视线是特别好的，看特别开阔，青山环抱。这棵应该是猕猴桃，都已经爬到了房顶之上。几十年前能建这样的一栋砖房，说明当时这也是一户大户人家，比较有钱啊。可惜了，再来看一下外面的环境。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里面大概的情况。先从这个偏房的位置，这个屋顶已经全部坏掉了，有几根绳子挂在这边，这个瓦片损坏的非常严重，我们就不走进去了。然后房子的外墙呢贴的是白颜色的瓷砖，窗户呢是实木做的，有些玻璃。看这里面哇，也是千疮百孔。这个楼顶都坏成这个样子了，所有的这个楼枕都被雨水浸泡腐烂掉了。然后整个房间将近宽约20多个平方。这个蜡烛好像是烧的时间并不久，可能是清明或者过年的时候这户主人家过来烧的，几乎每年还会回来烧，说明这户主人家偶尔还是会回来，但是房子呢也没有打理。从这边进入堂屋去看一下，哇，整个堂屋里面都长满了这样的青苔。以前呢，堂屋还贴了瓷砖。堂屋还有几副牌匾呢，新居焕彩。这个屋顶也是被雨水浸泡腐烂掉了，甚是可惜啊。堂屋的背后还有一个房间的，可以走进去看一下。这边以前还有个床，背后是留了一个窗户。这房子已经是完全废弃的一个状态了。这边还有一只鞋子呢，应该是以前主人家的鞋子。这边有沙发，看，还有一些家具都被雨水浸泡腐烂掉了。哇，整个2楼的吊顶全部散落下来了。要是木房子这样子漏雨早都已经倒了。好在这是一栋砖房，它的整体结构还在。那旁边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偏房，我们再从这里走过去看一下。这前面呢有一间，后面呢还有。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旱厕，这边呢也是有几个木柜子，是一个杂物间。这个墙上有幅画，应该是当时他们小孩子画的，很奇怪画的这个样子。
这样的一栋房子啊，主人家肯定是不要了。我就觉得房子周边的土地太宽了，包括房子背后的这个小竹林，在这边啊养点鸡鸭，就这样子散养着，非常好。然后在这山上啊，可以养点牛羊，一年的生活成本，我相信应该是非常低的。那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大家喜欢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我是石头，这期呢就为大家拍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